3年了，整整3年。3年前，岳母张桂兰守着几亩半死不活的蚌塘，蚌苗成活率极低，开出的珍珠大多干瘪、畸形，色泽暗沉，卖不上价钱，年年亏本。眼看蚌塘就要荒废，岳母找到我，软磨硬泡让我接手打理，还许诺赚钱对半分。凌晨，妈知道你踏实能干，还懂养殖技术，家里这蚌塘就交给你了，你好好打理，赚钱咱们母女婿对半分，3年为期，不管赚多赚少，绝不亏待你。好，妈，我帮你。3年，原本濒临倒闭的小蚌塘被我硬生生盘活，扩张到100亩。原本出珠劣质、无人问育的河蚌，被我培育的体型硕大、珠层厚实。今年开春开蚌，颗颗珍珠圆润饱满，珠光透亮，品相极佳，是市场上最抢手的精品珠。珍珠收购商都抢着来苏家蚌塘收货。仅仅这一季，苏家纯利润入账300万，在这个普通乡镇，是普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巨款。是时候去找妈拿钱，给媳妇儿买些好东西了。行了，别忙活了，塘里的蚌都定型了，不用你瞎操心了。哥，今年收成不错，账应该结完了吧？当初妈说好的3年期满，收益对半分。对半分？林晨，你怕不是睡糊涂了吧？当初妈亲口许诺的。我家的房，我家的地皮，我家的本钱，从头到尾都是我们苏家的东西。你不过是个上门女婿，是我家雇来供活的苦力，凭什么分一半钱？3年来，所有的养殖技术、日常打理、病害防治、销路对接，全是我一个人做的。没有我，这蚌塘早就亏空倒闭，根本不可能赚到300万。少跟我扯这些虚的！你一个外人能在我家白吃白住3年，有活干有饭吃就不错了，还敢惦记我家的钱？你！妈，你什么意思？凌晨啊，妈知道你这3年辛苦，做人不能太抠门，这一盆蚌就当是给你的分红了，你拿回去自己养养，能开多少珍珠，能卖多少钱，全算你的。妈，这就是你说的对半分，这就是你说的绝不亏待我。你可别不知好歹！当初要不是我给你机会让你打理蚌塘，你一个上门女婿能有什么出息？这3年你吃我家的住我家的，不用你交1分钱房租饭钱，我给你一盆蚌已经仁至义尽了。做人要懂感恩，不能贪心不足。我3年真心付出换来的居然是算计与背叛。就是，赶紧拿着你的东西滚，别在这碍眼。真以为自己有点干活的本事就能骑到我们苏家头上分钱，痴心妄想。好，这3年我认栽，知道就好，赶紧滚远点，以后蚌塘的事儿不用你沾手了。苏家的蚌塘我不碰了，你们赚的300万我1分不要。那么记住，今日你们用一盆废蚌打发我的心血，他日我会让你们亲眼看着我靠自己养出最好的珍珠，赚你们这辈子都赚不到的钱，让你们所有人都后悔今日所作所为。嘴硬，我倒要看看你一个没本钱没靠山的上门女婿能翻出什么浪花来。就是穷酸玩意儿，离开了我们苏家，他连饭都吃不上，还想翻身？做梦！老公，他们是不是没给你分红？一盆废蚌抵3年分红，太过分了！当初明明说好对半分，300万的利润，他们1分都不给你，简直忘恩负义！我去找我妈和我哥理论。不用去，没必要和他们争辩，也不值得生气。可是那是你3年的心血啊，整整3年日夜不休的辛苦，凭什么1分都得不到？他们太欺负人了。我心松3年，换来的不是钱财，技术战过硬的谁都抢不走。他们吞了我的便宜，实则断了自己的后路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离开这里，自己干。我租一块地，自己养蚌，自己育珠，不靠苏家1分1毫，我照样能翻身。好，你去哪儿我去哪儿。你想创业，我全力支持你，就算从零开始，就算吃苦受累，我都陪你。我早就不想待在这个偏心的家里。你疯了是不是？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跟着这个穷鬼瞎折腾，他要瞎胡闹你也跟着陪跑。就是姐，你可别傻了。林晨就是不甘心，想瞎折腾翻身，可他1无本钱，2无人脉，离开我们苏家他什么都不是，还想自己养蚌，最后只能赔得底朝天。妈哥，这3年凌晨为家里赚了300万，你们一点分红都不给，太过绝情。既然你们不讲情义，那我们也没必要继续留在这里。从今往后，我们夫妻2人和你们分家，自立门户。分家？你们拿什么分家？家里1分钱都不会给你们，我看你们能折腾出什么名堂？等你们穷得吃不上饭，别回头来求我。妈说的没错，我倒要拭目以待，看看我们家这位大功臣能不能靠那一盆废蚌发大财。要是真能翻身，我苏强当众给你磕头认错。不用磕头，等着看结果就好。老婆，跟着我受委屈了。老公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我不委屈。
而且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我去找东西，将房间收拾一下。还差很多吗？我们攒的这点钱只够付堂口租金和简单的清理费用，后续买优质棒苗、水泵、消毒药剂、改良水质的物料，缺口还差整整3000多。那我们去找相熟的乡亲借一点吧。我平时待人温和，村里几位婶子人都很好，应该愿意帮我们周转一下。等我们棒堂做起来，马上就还。好，天黑前我们去试试，早点借到钱，就能早点开工，不耽误育苗最佳时间。婶子，这钱我们一定还。哎呦，这不是我们离家出走的大女儿、大女婿吗？两个人鬼鬼祟祟站在这儿干嘛呢？到处讨钱来了？姐，林晨，你们这是放着好日子不过，出来体验穷苦生活呢？怎么分家出来兜里空空，连创业的本钱都没有，开始到处借钱度日了？我们只是暂时周转借钱创业，不是讨钱。等我们养蚌盈利了，马上就会还。创业？你们拿什么创业？就凭你们兜里空空、身无分文？我早就说了，离开我们苏家，连几千块的启动资金都拿不出来，还想学人家当老板，简直痴心妄想！当初嘴硬得很，说不靠我们苏家分毫，现在呢，还不是低三下四，到处求人借钱？林晨，你当初的骨气呢？不是说要翻身打我们脸吗？现在连起步的本钱都没有，拿什么翻？翻跟头吗？我们借钱是凭自己本事周转，不求你们施舍。今日我们资金短缺是暂时的，但今日你们的羞辱，我林晨记着。哼，记着又怎么样？我看你能硬撑到什么时候？我把话撂这儿，全村没人敢借钱给你，谁敢帮你就是跟我苏家作对。我倒要看看你没钱没势怎么撑起你的烂泥塘。赶紧带着我姐回头认错求饶，不然你们就等着穷死、饿死，别到时候混不下去，灰溜溜回来求我们收留。婉婉，我们走。不靠他们，不求他们，没钱就慢慢熬，缺本钱就慢慢攒，哪怕丛林苦熬，我也一定能闯出一条路，让今天所有看不起我们、羞辱我们的人，日后追悔莫及。哟，这不是林家女婿吗？怎么收拾东西出来了？听说被苏家赶出来了。我听说了，他帮苏家养蚌，3年赚了300万，最后1分钱没拿到，就得了一盆破蚌，真是太惨了。惨是惨，但他也太不自量力了，居然还想自己租地养蚌。谁不知道村里的好堂口都被人占完了，剩下的全是废弃烂泥地，根本养不出好蚌。就是他就是运气好，靠着苏家的堂田才养出好珍珠，真以为是自己本事。离开了苏家，他啥也不是。我赌他不出半年，必定赔光跑路。婉婉，别怕，别人越嘲笑，我们越要做好。今天他们看不起的烂泥地，明天就是我们的聚宝盆。我一定会让所有人后悔今日的嘲讽。我信你，不管多难，我都陪你。村西头是整片村子最偏僻、最荒芜的地块，这里原本是10几年前废弃的老旧蚌塘，常年无人打理，塘水浑浊发黑，淤泥堆积厚重，杂草丛生，垃圾遍布。周边村民都嫌弃这块地水质差，淤泥深，易积水，难打理。不管是养鱼还是养蚌，都只会赔本，常年闲置荒废，无人问津。村里干部多次对外出租，都无人愿意接手，租金一降再降，几乎等同于白送。老公，我知道你想找低成本的堂口起步，可这里实在太破败了。村里老人都说这塘是废塘死地，10几年没人能养出东西。我们第一次自己创业，选这里会不会太冒险了？你看这水又脏又臭，底下淤泥又厚又烂，别的养殖户都避之不及。我们真的能在这里养好蚌，开出珍珠吗？要不我们再看看别的地块吧。我知道你担心风险，怕我们好不容易攒的积蓄打水泡，怕辛苦白费。但婉婉，养殖从来不是看表面干净与否，看的是水土根基。其他老塘常年养殖，水体病菌堆积，土质老化，年年投喂药物，水土早就透支了。看着规整，实则隐患无数。这片塘荒废10几年，看似破败，却没有任何药物残留，底下连通地下活水，只是常年封闭，无人打理，才显得浑浊不堪。只要我们彻底清泥、疏通水系、净化水质，改造完就是最干净、最适合育猪的塘口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里租金极低，是我们目前唯一能零压力起步、专心搞技术的地方，没有比这里更合适的。就这里，我们从零开始，不靠任何人。小林啊，
你可想好了，这块地荒废10几年了，谁都养不活水产，年年亏本。你确定要租？别一时冲动，最后血本无归呀。我想好了，没问题。这年轻人就是被气糊涂了，纯属自讨苦吃。笑死我了！真有人敢接那片烂泥塘，林晨这是被苏家刺激疯了吧？那塘我太清楚了，以前有人试过养鱼、养蚌，全赔得精光，从此再也没人敢碰。他一个被苏家赶出来的上门女婿，还想逆天改命，简直痴心妄想。我看他就是不服气，想硬撑面子。可惜啊，没本金、没技术、没好堂口，撑到最后也是惨败收场。各位乡亲，你们就等着看笑话吧。我这个前妹夫啊，就是眼高手低，不知天高地厚，靠着我家堂口赚了点经验，就真以为自己是养殖大神了。那片废塘，别说养出精品珍珠了，能养活棒苗就算他厉害。我敢打赌，不出1年，他必定亏得干干净净，灰溜溜滚出村子。到时候他就得跪着求我和妈收留他。我这个前妹夫啊，就是眼高手低，不知天高地厚。老公，别听他们乱说，我相信你。没事儿，今天他们笑我有多疯，以后他们就会有多震惊。3年前我能把苏家的烂塘繁活，今天我就能让这片废塘长出全镇最好的珍珠。喂，那边再深一点。真的变了，变了！这口塘终于要收拾出来了。老婆，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要说这凌晨也真是能吃苦，半个月天天泡在烂泥塘里，没日没夜的干，看着都累人。吃苦有什么用？瞎忙活罢了。年轻人就是年轻气盛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放着好好的安稳日子不过，非要去折腾那片死人塘，纯粹是自找罪受。就是，再能干再能熬又怎么样？地块是死的，人再努力也没用。那废塘养了10几年都没出成果，他半个月收拾干净就想逆天改命，简直是笑话。辛辛苦苦半个月，天天泥巴裹身，日晒雨淋，最后大概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我们现在坐着吃香喝辣，悠闲享福，他只能蹲烂泥地里受罪，这就是人和人的差距。让他折腾，我倒要等着看他倾尽所有改造烂泥坑，最后赔得底朝天的时候，还有没有那股硬气？到时候别跪着来求我们施舍一口饭吃。老公，太厉害了！现在看起来，这里一点都不比家里的棒塘差。塘口底子已经打好了，接下来就是选苗、放苗、育株。我这次要选最优的棒苗，用我3年打磨的改良技术，培育出市面上顶级的珍珠。那不就是凌晨吗？没想到啊，都来买苗了。你说他不会真成功吧？笑话，他就是靠着苏家而已。妈，那不是凌晨吗？哼，还敢来买苗？走，咱过去。哟，这不是我们家前女婿凌晨吗？还真跑来买棒苗了。
我还以为你早就灰溜溜跑路了呢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放着安稳日子不过，非要折腾那片死人烂泥塘，怎么不死心？想来买点苗去赌一把？我做我的事，与你们无关。怎么就无关了？我是怕你痴心妄想，白白赔钱。全村谁不知道你那废堂养不出东西，纯属白费力气。就是，白费力气。我好心提醒你，也是给你留面子。既然你非要找死，那我们也不拦着。但今天这市场的棒苗，你一粒都别想买到。各位老板都听好了，这人是我们苏家赶出去的上门女婿林晨，没本事还爱瞎折腾，租了村西废堂异想天开。我把话撂这儿，今天市场上谁敢卖棒苗给他，就是跟我苏家作对。往后我家所有进货采购，永久拉黑谁家。小伙子，不好意思，苗都预定完了，你去别家看看吧。你那堂口条件太差，我的苗给你也是浪费，活不了的。看到了吗？离开我们苏家，你什么都不是，连几尾棒苗都买不到，还敢扬言翻身，痴心妄想。我今天直接把所有优质苗全包了，宁愿烂在家里，也绝不便宜你。我看你没苗，拿什么翻盘？哟，握着拳头呢，怎么想打我？林晨，你敢打我？你找打，我成全你。你小伙子，你别走，来我这边，他们不卖，我卖。老头儿，你别不识抬举。陈叔，怕什么？林晨，当初要不是你帮我，我1年的心血就都白费了。我的苗啊！陈叔，还有得救！你们仗势欺人，堵人活路，太过分了！去年我堂口濒临绝收，全村没人肯帮我，是这小伙子好心出手救了我的家底，举手之劳不图回报，这份情谊我记到今天。我出双倍价格把你这批苗全收了，以后我苏家所有苗种、耗材全在你家定点采购，保你赚大钱。再多钱也没用，做生意先做人，人情永远大于生意。我宁愿不做你们苏家的生意，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恩人被你们逼得走投无路。市场统一8毛一支的精品苗，我给你算5毛成本价，不赚你1分钱。另外，我再送你200支优质小苗，再教你一套适配废堂的净水养苗技巧。你踏实肯干，心存善良，理应被善待。你是要跟我苏家作对？我怕你个屁呀！我不卖你苗，我不赚你钱，你能怎样？多谢陈叔仗义附助，铭记恩情。今日雪中送炭的情谊，我记在心里。日后我堂口做大，所有合作渠道必定优先找您。哈哈，不用客气，好人本该有好报。我信你的技术，你一定能翻身。陈叔，那我先走了，去吧，路上慢点。哟，这不是林大技术员吗？放着苏家的县城富贵不享，非要来折腾烂泥藤，怎么被大舅哥1盆半打发了？心里不服气，想赌一把？是不是赌博？秋后见分晓。行，我等着你翻盘。要是你那烂泥塘能养出好珍珠，我以后再也不养蚌了。要是养砸了，你可得当众承认自己眼高手低。开车。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以后我们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，所有看不起我们的人，我们都会用结果狠狠打脸。接下来几个月，
我每日早晚2次巡查，精准调控水质、水温、水体溶氧量，定时定量投喂天然饵料，定期检测蚌体健康状态。结合3年摸索的经验，还改良出专属育猪方法，分棚分区养殖，大小蚌苗分开管理，精准插活，分层育猪，最大程度提升珍珠品相与产量。晴天，我顶着烈日巡查塘口，清理杂物，调控水质；雨天，我冒雨疏通水渠，排查积水，防止水体浑浊，预防病害。无论风雨，从未间断。而苏家那废物大舅子根本就不管塘口。这蚌怎么死了这么多？桂兰，阿强出事了！桂兰、阿强，你们快去塘里看看吧！你家塘水现在浑得吓人，水面漂了好多死蚌，蚌壳全都烂边了。再不管控水质，不治病害，用不了半个月，这一塘蚌就得全部死绝，今年彻底绝收。王叔，多大点事儿啊！你也太小题大做了，不就是死几只蚌吗？我们家不差这点损失，去年赚的300万还没花完呢，犯不着为这点小事瞎操心。就是，以前凌晨在的时候管得太精细，搞得我们紧绷绷的。现在稍微粗放点，怎么啦？养蚌哪有不死几只的？都是正常换季损耗，过几天自己就反过来了。这可不是正常损耗，水质坏了，病菌爆了，再拖就彻底救不回来了。你们不懂养殖就赶紧找人打理，别白白糟蹋了一塘收成。行了行了，王叔，谢谢您的操心，我们心里有数。我们家的塘我们自己清楚，不用外人瞎指点。你看看这塘，最近死了好多河蚌，水也越来越浑。再这么下去，今年怕是一点收益都没有了。妈，多大点事儿，不就是死了几个蚌吗？我们去年赚了300万，家底这么厚，亏着点根本不算什么，犯不着焦虑。话是这么说，可以前凌晨在的时候，从来没出现过这么严重的病害。塘水一直干干净净的，年年长势都好。嘿，我瞎说的，这就是换季的正常现象。每年换季水质波动，难免死一批蚌，过段时间自然就缓过来了。没有凌晨那个外人，我们照样能养好蚌赚大钱。以前是我们懒得操心，现在我们稍微上心，很快就能恢复原样。本来就是，他也就是埋头苦干，有点蛮力。真论本事，哪里比得上我们家底雄厚？不用多久，我亲自打理，塘口绝对恢复原样，甚至比他在的时候收成更好。奇怪了，那片死塘居然真的养活蚌苗了。看着长势还不差，运气罢了，前期不死不代表后期不出问题。等到插河育猪关键期，铁定要翻车。废塘就是废塘，不可能养出精品珍珠。还真这么厉害？凭什么我的塘口病害不断，长势平平？强哥，你都不知道林晨这塘现在有多好，不能再让林晨这么发展下去了。那小子是真有东西，废塘都被他盘活了。再给他几个月，等珍珠成型上市，咱们所有人都得被他压得抬不起头。可恶，我当然知道，这小子命是真硬，被我们逼到绝境，竟然还能翻身。我绝不允许他骑在我头上。我有办法，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趁现在珍珠还没成型，蚌体还脆弱，我们夜里偷偷过去，往他塘里投点污水药剂、浑浊废料，彻底破坏他的水质，让他整塘蚌全部染病死亡。只要他这一塘蚌废了，他投入的所有积蓄、半年心血全部打水流，负债累累，再也翻不了身。
到时候依旧是那个被我们随意拿捏的落魄上门女婿。好主意，这事儿你动手，我负责放风兜底。事成之后，我给你2000块辛苦费，绝对不让你白忙活。2000？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李老三，你去，我给你放方，成。这玩意儿一定要管用啊！强哥，放心，这药剂见效快，残留久，夜里没人发现，明天一早，他这1堂棒铁定全部暴病死亡。干得漂亮！我倒要看看，没了这糖棒，他拿什么翻身？跟我斗，他还不够格。等会儿凌晨出来，肯定就能看到苗都死了。咋回事？咋没反应？不知道啊。难不成药效要过2天？咱先回去，那药可是好药。李老三还没反应，走去看看。奇了怪了，确实没有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药量下的十足，针对性极强。正常情况，1堂棒早就烂光死绝了，怎么会一点事儿都没有？邪门，太邪门了！这小子的技术到底有多变态，连药剂都能化解？看够了吗？快跑！可恶，他们还敢跑！别怕，他们跑不了，我会向村里反映他们的恶劣行径。凌晨10名举报你们2人深夜潜入其养殖塘，投放药剂、污水，蓄意破坏他的蚌群，此事是否属实？纯属胡说八道，无稽之谈！我和老三这2天夜里在家休息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从来没有靠近过他的堂口半步。没错，完全是凭空捏造。我们本本分分，安分守己，从来没做过任何违规害人的事儿。凌晨，这是自己养殖出了问题，怕赔钱，怕被人笑话，故意找我们背锅，恶意污蔑好人。各位乡亲，大家评评理。凌晨自从被我们家分家赶出去，就一直心怀怨恨，记恨在心。如今他养塘大概率出了纰漏，怕自己赔得血本无归，就故意栽赃陷害我们。苏强，你还撒谎！到底哪头的？胳膊肘往外拐是吧？他这是典型的诬告、寻衅滋事，空口白牙污蔑我们名声，损坏我们名誉。今天这事儿必须严查到底，他拿不出证据就是恶意诽谤，我绝不姑息。对，没有证据就是污蔑，我们清清白白，凭什么被他随意抹黑？今天必须给我们道歉，恢复名誉，不然我们绝不罢休。我看凌晨就是穷疯了，急疯了，自己没本事养好塘，就想讹诈我儿子和老三。天底下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人？赶紧拿出证据，拿不出来就是诬告。看样子真有可能是凌晨冤枉人了。苏强这么硬气，敢当众对质，心里肯定没鬼。是啊，没凭没据的，怎么能随便乱咬人？万一真是他自己养殖失误，想找人背锅，就太过分了。这下凌晨麻烦大了，诬告别人可是要负责任的。既然他铁了心要污蔑我们，死咬不放，那我们就不私下调解了。我现在直接报警，叫来执法队。今天必须让执法队过来抓人，没有证据，就把凌晨以诬告、寻衅滋事带走拘留，让他为自己的胡乱栽赃付出代价。我要报警！你们这么厚颜无耻！执法同志，你们咋来的这么快？不过正好，
我和村民李老三安分守己、危机守法，从未做过任何坏事。可林晨因为私人恩怨，当众捏造事实，恶意污蔑我们毁堂，败坏我们名声，寻衅滋事，纯属恶意诬告。恳请执法同志严查，还我们清白，严惩诬告之人。当事人林晨，对方举报你恶意诬告、寻衅滋事，目前对方拒不承认，全场无任何佐证偏向你。如果你依旧无法提供实质性证据证明对方的破坏行为，我们将依法对你进行传唤调查，依规处理。带走，赶紧把他抓走！没本事，创业就学会讹人、诬告好人，今天必须让他长长记性。抓我们做什么？抓我们做什么？快放开我儿子！放开！放开！抓的就是你儿子。咋回事啊？咋抓苏强去了？总不可能抓错吧？林晨，是不是你？你太可恶了！我可恶？难道不是你们在我的糖里下毒，想要弄死我的棒苗？你胡说！证据呢？就是证据呢？拿不出证据，你就是诬告！诬告！要证据是吗？你们以为夜里行事隐秘，无人知晓，以为没有痕迹就能肆意颠倒黑白，倒打一旁？想不到吧？凌晨早就知道有人不怀好心，全方位安装上了监控，高清无死角。老公，监控有必要安吗？人心隔肚皮，我们现在将堂口越弄越好，指不定有谁嫉妒，做点小动作。还是老公想得周到。好啊，你们这么歹毒，真要去害死别人的苗！亏我们刚才还帮你说话。啥人啊这是？下毒相当于断了人家的命根子！刚才还倒打一耙说林晨诬告，演得真像啊，差点骗了我们所有人。为了打压一个创业的年轻人，半夜偷偷毁人堂口，心眼儿也太坏了。证据确凿，蓄意破坏他人私有财产，恶意损毁养殖户生产资料，且当众诬告，寻衅滋事，情节恶劣。警察同志，我错了，我一时糊涂，鬼迷心窍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知错了，我愿意赔偿所有损失，求求你们从轻处理。哎呀，小孩子打闹不懂事儿，多大点事儿，又没弄死他的棒，何必抓人不放？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私下和解就行了。乡里乡亲，刚才你们逼我、污蔑我，要把我抓去的时候，怎么不提乡里乡亲？我辛苦开荒，日夜赶户，凭本事创业。你们嫉妒眼红，恶意毁我心血，当众造谣毁我名声，绝不姑息。做错事就要承担后果，你们恶意破坏在先，诬告栽赃在后，毫无悔改之心，不配得到原谅。死丫头，你到底是哪边的？她是我老婆，没人能动她。恶意破坏生产经营罪属实，且态度恶劣，拒不认错，还倒打一耙，依法行政拘留，罚款赔偿，全额赔付林晨所有物工、物料、养殖损失。妈，救我！妈，不能抓儿子！我错了，别抓我，别抓我！林晨，对不住，刚才我们瞎站队乱质疑你，是我们眼光短浅，看人不准。真是委屈你了，踏踏实实做事，还被人这么恶意打压，幸好你早有防备，留了证据。不是，我从来不求人人偏袒，只求公道自在人心。幸好你提前装了监控，幸好你一直坚持，不然我们这次真的要被冤枉死了。吃过一次大亏，我就不会再让任何人拿捏我们的命运。林晨，陆总，你这些育好的棒我要带些走，定金20万我转给你，剩下的10万尾款你都给我了再给你。好。
这么高兴啊？当然了，老公，这是我们第1桶金，以后还会越来越多。走，吃饭去。老公，这阵子你天天跑堂口、跑市场，来回全靠电动车，晴天晒太阳，雨天淋雨水，实在太辛苦了。没事儿，大不了租车运货。老公，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买辆车？现在堂口步入正轨，后续要经常拉养殖物资，对接收购商，确实缺一台代步车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这不是正好中秋，趁着中秋放假，我们今天去镇上车店看看，挑一台省心耐用的车，以后出门办事儿、进货送货都方便，也不用风吹日晒，怎么样？好，听你的。那我们中秋去逛逛。儿啊，可算把你盼出来了，都怪凌晨那个白眼狼，心狠手辣，半点情面不留，硬生生把你送进牢里，受了这么多天的罪。别跟我提他，这几天我在里面受尽冷眼，遭变罪，这口气我死都咽不下去。好了好了，过节不说晦气事儿，咱苏家底子还在，不缺那点钱。今天妈带你去镇上 4S 店看新车、提豪车，好好冲冲身上的晦气，风风光光过节。必须的，我就要风风光光的。我倒要看看那个一无所有的林晨拿什么跟我比。给我介绍介绍，我儿子最近发财，今天过节专门来提新车。哟，这不是我们大工程凌晨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真是哪里都能碰见你，这车店也是你这种穷酸该来的地方。我们来看车，合法消费，哪里来的高低指标？看车，你们也配？凌晨，你刚创业起步，一身债都没还清，堂口能不能赚钱还两说，还敢学别人看车？你是来蹭空调长见识的吧？就是，我今天是来提20-30万的豪车撑门面的，你呢？兜里掏得出3万块吗？刚把我送进牢里，就想装大款买车，要不要脸？我实话告诉你，你就算堂口勉强活了，你一辈子也就只能混底层。我儿子就算坐几天牢，家里有堂有底子，今天照样提新车。你呢？离开我们苏家，你连根草都不如，赶紧滚出去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。赶紧走，别耽误我看新车，脏了我的眼。买车看的是实力，不是口气。谁能笑到最后，不是靠一时嘴硬。哟，还敢顶嘴？那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。你今天要是敢在这店里提走一台车，我当场给你道歉。要是买不起，你就立刻从我眼前消失，以后见我们绕道走。我作证，要是你能买车，我自认不如。可你要是装腔作势，今天必须当众给我们滚出去。我从不需要靠豪车撑脸面，我买车是干活代步养家糊口，不是用来攀比装阔。你好，不用介绍 SUV， 带我看一下你们店里的顶配货运面包车，空间大，承载力强，耐用省油的那款。好的，先生，这边请。这款顶配面包车性价比极高，装载空间大，皮实耐造，非常适合养殖箱户拉货跑市场。是实打实的干活神器。面包车，闹了半天就买个破货车，我还以为你多大本事，原来就这点出息。笑死我了！人家买车撑场面，你买车拉货，果然是底层命，一辈子只会干粗活、苦力活。我儿子20-30万的豪车摆在眼前，你就配开这种几万块的破面包车，差距一目了然，还敢跟我们叫板？我觉得挺好的，实用耐用。以后拉棒苗、运物资、送货都方便，比花里胡哨的豪车靠谱多了。没错，我们现在正是干事创业的阶段，务实最重要。豪车是面子，能帮我们把事业做好、把日子过稳的才是里子。车况没问题，不用再看了，全款落地，今天直接提车。已收到全款，先生。怎么可能？他刚创业，怎么会手里有余钱全款买车？运气罢了，肯定是攒了很久的血汗钱，打肿脸充胖子。这位先生，那您看中哪款车了？
这也就那样吧，一般般。那其他的车都一般，根本就配不上我。这不就是来吹牛的？掉价。那先生，您和您的母亲慢慢看。先生、夫人，我马上就去为你们走后续程序，3日后就可提车。多谢，咱再去买些其他的。我买面包车，不代表我没钱。我不追求虚浮的排场，我只做适合自己、能帮自己赚钱的选择。真正的底气，从来不是靠车撑起来的，是靠自己的双手和本事挣来的。这年轻人踏实稳重，不攀比不虚荣，能干大事。反观那对母子，满嘴吹牛，仗势欺人，看着有钱，实则外强中干。之前的赌约，我虽不用你道歉，但你们记住，莫欺少年穷，莫笑实干人。一时的排场赢不了一辈子的人生。可恶！神气什么？装什么装？一个破几万的面包车，也好意思在我儿子面前耀武扬威，真是穷算命改不了。气死我了！他一个被我们赶出去的废物，凭什么能全款买车？我纠结半天不敢下手，反倒被他比下去了。别墨迹了，直接给我们办手续提车，不差钱。妈，太贵了，这台车落地超预算了。家里存款本来就不多，我还赔了凌晨一笔钱，手头紧张，要不换台便宜点的？便宜的？我们还能开便宜车？刚刚才被凌晨那个废物打脸，今天必须提豪车，不然回去全村都要笑话我们，面子不能丢。以前出门全靠电动车，日晒雨淋，现在有了车，以后干活真的方便太多了。这只是开始。这车虽然不贵，但能帮我们拉物资、跑市场省时间，踏踏实实帮我们赚钱，比那些只能撑面子、月月还贷的豪车实用100倍。我就喜欢你这份踏实，不浮躁，不虚荣，稳稳当当过日子，干事业。水质稳定，病害清零，再过段时间就能顺利插河育珠。这批蚌的品相，绝对能出顶级珍珠。幸好你一直细心管护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咱们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死了这么多蚌？不可能！之前一直好好的，怎么短短几天就变成这样了？完了，全完了！这一堂蚌是我们家全部的家底，是我们准备年底卖大钱的本钱啊！都怪林晨，肯定是他走了之后故意留了后手，没有他管护，这堂口根本撑不住。我当初怎么就猪油蒙了心啊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好好的一堂蚌，怎么可能说死就死？我们以前年年这么养都没事儿，偏偏他一走，堂口就彻底废了。我就说不对劲儿，我坐牢，我们提车被他打脸，家里堂口崩盘，所有倒霉事全是遇上他之后发生的，肯定是林晨搞的鬼。他记恨我们，心里不平衡，表面装的大度务实，背地里心眼歹毒，故意暗地里动手脚，毁了我们的堂口，就是想彻底压垮我们，看我们笑话。这个白眼狼心肠太狠了，不光抢我们风头赚安稳钱，还暗地里毁我们家底。我们家本来好好的，全被他毁了。儿子，别在这儿愣着，走，我们现在就去找他算账。他毁了我们一堂蚌，断了我们活路，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，赔偿我们全部损失。走，今天非得让他给我们赔得底朝天，不然我们绝不罢休。有了车，明天就可以批量拉新的蚌苗过来，赶在降温前完成第2批投放，今年肯定能有好收成。稳步推进就好，踏踏实实做事，结果不会差。林晨，你这个黑心肝的白眼狼，赶紧给我滚出来！躲在里面装什么安稳？今天
我们必须跟你算总账。我们安分过日子，踏实做事，你们又跑来闹什么？一次次没完没了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问问他自己干了什么缺德事儿？我们家一堂棒全部死绝，血本无归，全是他暗地里搞的鬼。我坐牢，我们被你当众打脸，家里堂口彻底报废，所有事都是你蓄意报复。你心眼歹毒，暗地里动手毁我家业，你敢说不是你干的？大家都来评评理呀！我家养了3年的棒糖，年年好好的，就因为我们得罪了他，他怀恨在心，背地里偷偷使坏，把我们一堂家地全毁了。你自己有堂口风生水起，就见不得我们好。心思怎么这么恶毒？今天要么你赔我们全额损失，要么我们跟你不死不休。那一堂棒少说10几万收益全被你毁了，现在立马赔钱，不然我们天天来闹，让你做不成生意，安不了家。你们家堂口崩盘是你们自己懒惰无人管护，不懂技术粗放放羊导致的，跟我没有半点关系。3年苏家堂口是我日夜坚守，全程管护，靠着我的技术年年高产。我一走，你们无人打理，任由病害滋生，如今自食恶果，凭什么赖在我头上？少给我扯这些，反正你不出现，我们家就不会出事儿，就是你报复。别废话，今天必须赔钱，10几万1分不能少。你们讲点道理，当初是你们卸磨杀驴赶人出门，是你们恶意毁堂诬告在先。我老公从未计较过往恩怨，从未主动招惹你们，你们自家养殖失败，凭什么上门讹砸？我再跟你们说最后一次，我林晨做事光明磊落，不靠阴私手段害人。你们技不如人，懒惰败家，把自己的家业做没了，是你们自己的报应。还有，上次你们恶意投药毁我堂口，诬告我，证据确凿，执法部门有完整记录。我没追究你们后续责任，没让你们多赔1分钱，已经是仁至义尽。你们不知悔改，还敢上门颠倒黑白，寻衅滋事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之前他俩恶意毁林晨堂口被抓，现在自己堂养废了，就上门赖人报复，太不要脸了。自己不会养，懒得管，把家底儿败光，还想讹人家踏实干事的年轻人，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人家林晨老老实实创业，从不惹事，反倒被他们一次次针对，心肠好坏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我不管，今天你不赔钱，我就闹到你天翻地覆，我让你在村里待不下去。你敢动手闹事，恶意讹诈，我现在立刻报警。上次的事儿我可以既往不咎，但你们再敢寻衅滋事，肆意谋上门骚扰，我直接追究到底，新账旧账一起算。到时候你们不仅赔钱，还要再次拘留。人败在懒，家败在贪。你们有今天的下场，全是自己亲手做出来的，与人无忧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再敢上门闹事，我绝不姑息。退！赶紧从人家院子里滚出去！真是没完没了，全村谁不知道实情？当初是你们卸磨杀驴逼走林晨，是你们半夜投药毁人堂口，上门诬告，自己好吃懒做，养死了棒糖，转头就上门讹好人。天底下哪有你们这么不讲理的母子？就是林晨夫妻俩踏踏实实过日子，从没招惹过谁，反倒被你们3番5次找茬欺负，坐牢亏本金，还不起车贷，全是你们自己作的。再敢在这儿撒泼闹事，我们全村人都不答应。以后敢再来林晨家门口闹事，颠倒黑白讹人，我们直接集体作证，送你们再进去蹲着。赶紧滚！完了，彻底完了。堂口废了，我们1分收入都没有了。我当初怎么就猪油蒙了心，好好的好日子不过，非要赶跑林晨？有他在的时候，年年生产稳赚，我们躺着收钱，我怎么就那么糊涂啊？哭什么？堂里不可能全死光，肯定还有存活的棒，我们捞出来卖掉，凑一笔钱，先把车贷堵上，未必就走投无路。没错，肯定还有活的，用不着低三下四去求那个白眼狼。好歹还有这些，拿去镇上水产店、收购点卖掉，凑几千块应该没问题，先顶过这个月的车贷。
你这棒病害缠身，营养不良，肉质干瘪，根本达不到售卖标准。别说玉珠了，就连食用都没人要，拿回去赶紧扔了，别占我地方。老板，便宜点，便宜卖给你也行，我们急用钱，多少收一点就行。再便宜也不收。这种带病的棒买回去容易传染我自家的货，纯属赔钱货，赶紧拿走。笑死！这种劣质残暴，根本开不出一颗完整珍珠。以前你们家的棒品相顶尖，人人抢着收，现在没人管护，乱养一通，彻底养废了，白送我都不要。怎么会这样？以前随便猫一批棒，都是收购商上门抢着要，现在居然连低价处理都没人要，是真的废了。没有凌晨的技术，没有他细心赶护，我们这糖棒是真的一文不值了，没路走了，真的一点路都没了。现在全村只有凌晨能救我们，只有他能帮我们把堂口救回来，帮我们填上窟窿。是我们错了，真的是我们错了，不该赶他走，不该眼红闹事，不该自作聪明。苏先生，最后时限已过，逾期正式生效，今日再不结清全款，我们立刻上门拖车，同步上报征信黑名单，后果自负。不行，不能逾期，不能被拖车，不能上黑名单，一旦征信黑了，我们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了。可现在找谁借钱？村里人谁不知道我们家败了？谁肯帮我们？之前我们得罪那么多人，早就没人愿意搭理我们了。有办法，一定有办法的。快去看看，凌晨的堂口今天开蚌。走走走。这片区域的蚌全部成熟达标，肉质饱满，珠层厚实，你们放心打捞，注意轻拿轻放，别磕碰蚌体，避免损伤内部珠体。好嘞，林老板，我们懂规矩，绝对精细操作。老公，第一批打捞的成蚌我已经预留好分级位置了，精品珠、普通珠、瑕疵珠我分开登记，等下开蚌直接分类，不打乱品相。辛苦你了，慢慢来，今天货多，不用着急。我的乖乖，这蚌也太漂亮了，壳亮肉厚，个个饱满，比苏家当年养出来的顶尖货还要好上一大截。谁敢信啊！1年多前，这还是片养啥亏啥的烂泥废糖，当初我们天天笑话凌晨瞎折腾，迟早赔光跑路。现在看来，纯属我们鼠目寸光。之前我还跟风排挤他，不肯借工具，不肯搭把手，现在看着这满船的好蚌，真是臊得慌。人家踏踏实实做事，我们反倒一群俗人瞎起哄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一片烂泥塘，怎么可能养出这么好的蚌？他一定是运气好，纯属瞎猫碰上死耗子。运气，都是运气！我不服，我绝对不服！我的天，这品相太绝了！干开蚌行业10几年，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规整通透的淡水珠，珠层又厚又均匀，一点瑕疵都找不到。10蚌9珠，个个圆润正圆，还有好几颗超大颗的顶级珠。这养殖技术直接吊打市面上90%养殖户，完美！这品相，这光泽，这珠层厚度，是我今年见过最顶级的淡水养殖珍珠，远超省内普通养殖户的水准，完全达到高端珠宝定制级别。林老板，这批珍珠我全包了，价格我给最高，市场价上浮10%，所有货品我当场结算，现金结账，绝不拖欠。各位老板，感谢大家的认可与支持。我堂口产出的珍珠分3个等级：精品正圆珠、高端彩晕珠、特级定制珠，不哄抬、不压价、不溢价，分级定价，明码标价。普通流通珠批量走市场价，高端彩晕珠专供珠宝定制渠道，特级稀有珠单独拍卖，定向对接高端客户。今天首批出货，优先供应之前提前对接诚意合作的正规商家，剩余货品公开竞价。不愧是年轻创业者，不哄抬，不宰客，分级透明，规矩做事。现在这么讲诚信、有格局的年轻人真的太少了。是啊，
本地养殖户大多只会低价内卷，以次充好。林老板这做事方式完全是正规大牌风范，以后我们就认准他家货了。我把特级彩云珠、正源精品珠、普通流通珠全部分仓装好了，每一盒都标注了品级、克重，方便商家对账入户，不会混乱。辛苦你了，细致核对好每一笔订单，不留售后隐患。算出来了，全部算出来了，首批珍珠纯利润80万！我的老天爷，80万就卖这一点点珍珠，一天挣80万，我们种地打工一辈子都挣不到这么多钱啊！谁能想到啊！1年前被我们全村嘲讽赶出门的上门女婿，现在一天挣80万。当初我们个个都说他烂泥扶不上墙，现在看来，最蠢的是我们自己。当初人家老老实实养蚌，我们跟风造谣，说他瞎折腾。现在好了，人家飞黄腾达，我们成了全村的笑话，真是自作自受。比我们之前卖的更好，他把我们害成这样，凭什么赚这么多钱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80万啊！凌晨，离开我们苏家，你啥也不是，迟早饿死街头。3年辛苦怎么了？在我家干活，赏你一口饭吃就不错了，还想要分红？给你一盆废棒就够意思了。我怎么会把这么能赚钱的人赶走？我真是老糊涂了。不可能，他明明处处不如我，凭什么一天赚80万？凭什么？好好的聚宝盆被我亲手推开了，好好的好日子被我亲手毁了。我之前还说他一辈子翻不了身，说他是废物，现在全村人都在看我笑话，我以后在村里怎么抬头做人？老公，你真的做到了，你真的做到了从一无所有净身出户，到今天靠自己的双手站稳脚跟，再也不用看人脸色受人欺凌了。不是我一个人做到的，是我们一起做到的。这1年多，你陪我吃苦，陪我熬夜，陪我应对所有暗算与流言，从未抱怨，从未退缩，始终坚定地站在我身边。没有你，就没有今天的我，更没有今天的一切。只要跟着你，再苦再累我都不怕。以后我们好好经营，踏踏实实做事，把日子越过越好。这只是开始，80万只是首批收益，远远不是终点。接下来我要做的不是小富即安，止步于此，而是建立自己的珍珠产业链，做分级加工、精品打磨、珠宝定制、品牌包装，打通线上线下全国渠道，跳出本地小市场。我要让这片曾经被人唾弃的烂泥塘，成为全镇、县市乃至全省的精品珍珠培育基地，让我们亲手打造的品牌成为高端淡水珍珠的标杆。凌晨，之前是妈不对，是妈糊涂，是妈势利，是妈鬼迷心窍。以前是我们对不起你，不该卸磨杀驴赶你走，不该眼红你的日子，恶意找你麻烦，不该颠倒黑白上门讹你。昨天是我们太冲动，太混账了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林晨，我错了，之前都是我的问题，我不该针对你，不该冤枉你。我们家那堂还是给你管。啥人啊，卸磨杀驴，现在看赚钱了又让人家回去，咋脸皮嫩厚？凌晨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们一般见识。我们家现在真的走投无路了，堂口彻底废了，1分钱收入都没有，每个月高额车贷压得我们喘不过气，再还不上就要被拖上黑名单，我们家就彻底毁了。看在以前一家人的情分上，你再帮我们一次行不行？你技术好，能不能回去帮我们救救堂口，教教我们怎么养蚌？只要堂口能回本，我们以后再也不跟你作对，再也不惹你生气了。对，以后我们都听你的，再也不势利眼，不攀比，不找你麻烦了，你就当可怜可怜我们，拉我们一把。一家人的情分，我在你们家任劳任怨3年，日夜守着堂口，替你们赚下300万家底的时候，你们不念情分；我被你们卸磨杀驴，扫地出门，只换一筐河蚌底分红的时候，你们不念情分。你们深夜投药回我堂口，当众诬告我，想方设法把我送进拘留所，一次次上门撒泼讹诈我的时候，也从来没想过半点情分。现在走投无路，无路可走了，才想起跟我谈情分，是不是太晚了？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弥补你。只要你肯出手帮忙，我们什么都听你的，以后再也不会欺负你和婉婉了。不用了，我帮你们3年，
换来的是背叛、算计、抹黑和打压。人心只有一颗，被伤透一次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我以前念及亲情，处处忍让，仁至义尽，可你们得寸进尺，不知好歹。如今的一切恶果，都是你们虚荣、懒惰、刻薄亲手造就的，该你们自己承担。我的技术只用来养活我和我妻子的安稳日子，不会再为你们的贪婪和懒惰买单。林晨，你不能这么绝情，我们是亲戚，你眼睁睁看着我们家破产被追债吗？当初你们眼睁睁看着我老公一无所有，被全村嘲讽，被肆意打压的时候，可曾对他有过半分留情？女儿，只有在你走投无路了，才知道叫我女儿吗？妈，别忘了，是你亲手造成的这一切。林晨吃了多少苦，我知道；你们有多过分，我也知道。你们不心疼林晨，但我是他的妻子，我心疼。你们走吧。不能走，我求你了，帮帮妈妈。是啊，帮帮我们吧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当初把人家往死里逼，现在落魄了就想求原谅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呵呵，做人做事凭良心，是他们自己亲手弄丢了唯一的贵人，活该。给脸不要脸，真是给你好话说尽，你偏要端着架子。妈，别求了，我们低三下四求人，人家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。既然他不肯拉我们一把，那我们就自己来。苏家，拖车黑名单，再没收入，我这辈子就毁了。他不帮我们，我们就自己学他的技术。自己学？我们根本不懂育猪，不懂管护，那是他吃饭的本事，我们怎么学得会？他以前在我们家养了3年蚌，流程管护、换水、拨料、防病，我们看也看会了大半。他能养出好蚌，开出好珍珠，我们凭什么不能？他不肯救我们的堂口，我们就自己复刻他的模式，跟风养蚌。等我们也养出高产珍珠，赚到大钱，还清车贷，翻身致富，看他还怎么高高在上。到时候全村人追捧的是我们，笑话的是他。对，偷学他的技术，复刻他的养殖方法，他能赚钱，我们一样能赚。我就不信，离了他林晨，我们苏家就真的站不起来。他好像是要出水，然后放药，还有蚌苗，这个得放进去。这母子俩魔怔了。林晨在的时候，他们偷懒享福；林晨走了，堂废了，反倒瞎忙活，完全不懂技术，纯白费力气。看热闹就行了，凭他俩好吃懒做的性子，再加半吊子技术，这辈子都养不出好蚌。老板，别去找林晨，他的堂口最近隐患大，病害多，加价坑人。我家堂口马上重新投产，规模更大，价格更低。你跟我合作，绝对比跟他合作划算。他为人小气刻薄，做生意不讲诚信，坑过好多收购商，大家千万别跟他合作，迟早被他坑惨。你好，什么？不要了？怎么了？最近好几家商贩、收购商突然不联系我们了，打听了一下，才知道是我妈和我哥在外面到处造谣拦客，故意抹黑你。正常，他们求原谅、求帮扶不成，彻底走投无路，就只剩损人不利己的阴招了。自己做不起来，就想拖垮别人，典型的小人心态。可他们这样乱造谣、拦货权，确实会影响我们的生意。嘴长在别人身上，谣言挡不住。但生意靠的不是话术，是品质，是实力，是口碑。他们只会跟风模仿、造谣抹黑，永远学不会真正的养殖技术，更做不出我们的品相和品质。时间会戳破所有谣言，实力会碾压所有阴招。不用急，等着看他们自取其辱就好。还好有你，遇事永远这么沉稳，从来不让我慌。就是最近辛苦你了，一直要应付这些糟心事，还要潜心打理堂口。不辛苦，有你陪着我，再烦的琐事，再难的难关都不算什么。以前我孤身一人忍气吞声，现在有你撑腰，我只管放手往前闯。再过一段时间，我们的蚌就能长势喜人，到时候批量出货，赚大钱，还清车贷，彻底翻身。等我们发达了，
看凌晨还能不能在我们面前装清高。到时候我们狠狠碾压他，让他也尝尝被人看不起、被人碾压的滋味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才3天，怎么全部死光了？我们明明照着他的步骤做了。不可能，我们抽水、撒药、换水一样没落下，全程照着他的样子来的。为什么我们的全死了，他的就能活？我们没做错啊，别人能养，我们凭什么不行？是不是水质问题？是不是天气不好？不是天气，不是水质，是凌晨，肯定是他故意的。他故意平时操作留一手，故意让我们只看到表面步骤，藏着核心技术不外露，就是等着看我们翻车。你们看到没？苏家的堂口蚌全死了。我也看到了，臭都臭死了。哼，这就是过河拆桥的下场。真的，我去看看。我早就说了，他俩半吊子技术纯瞎折腾，根本养不活。哼，还偏不听劝，非要跟风装行家，这下彻底翻车了吧？人家凌晨的技术是3年日夜摸索练出来的真本事，他们以为看2眼就能学会，之前还到处造谣凌晨棒苗差、人品差，结果自己养的烂的彻底，真是狠狠打自己的脸。苏强，逾期时长已满3天，累计翻倍。最后通知：今日正午12点前未结清全款，我们即刻上门拖车，同步上报征信黑名单，终生留存不良记录。完了，彻底完了，家底赔光了，车也要没了，我们以后怎么活啊？我不认，我绝对不认命。我学不会皮毛，是因为看不到核心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去偷。对，偷学他的核心技术，只要我们拿到他的玉珠秘方、插壶技巧，我们就能起死回生，照样翻身。林老板，行业内人人都清楚，你的棒种和玉珠技术是咱们这片顶尖的，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谣言，我一概不信。今天我专程过来，不地价不压价，你堂里所有成品棒后续产出的珍珠，我全部高价全包，长期独家合作。多谢王总信任，合作共赢，我不会让你失望。果然口碑和实力才是最好的底气。你看，我就说吧，真本事从来不怕别人造谣抹黑。能稳住一切，一半是我的技术，一半是你的信任。从头到尾，只有你无条件信我、陪我。凭什么？他凭什么越来越好？我们一定要拿到他的核心技术，一定要翻身压过他。小心点，别被人发现了。放心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怎么操作的。只要偷到核心技术，他们就能重启堂口，赚钱还债，逆风翻盘，再也不用被凌晨死死碾压。看够了吗？白天造谣抹黑拦截客商，晚上不死心，还想来偷技术偷棒种，自己懒惰无能，学艺不精，跟风翻车，不反思自己，反倒整日钻研这些阴私龌龊的手段。我没有，我就是路过。谁偷你技术了？你别血口喷人。就是，我们就是夜里散步路过，你凭什么污蔑我们偷东西偷技术？是你太小心眼儿，太方废人。路过需要弯腰潜伏，路过需要偷看我的核心工序，路过需要伸手碰我的棒种。我今天把话放这儿，养殖的皮毛，你们能看能学能模仿，但我3年沉淀的独家配比玉珠核心病害防控技术，是你们这辈子都偷不走、学不会的真本事。真正的差距从来不是流程步骤，是用心，是沉淀，是人品，是底线。这些东西你们永远没有。
我的天，居然半夜跑来偷学技术，也太丢人，太没底线了。自己养不活就偷别人的本事，造谣抹黑，偷鸡摸狗，真是把脸面丢尽了。之前还嚣张跋扈，现在又偷又骗，哼，彻底沦为全村笑话了。户主苏强，车贷逾期超3日，牙飞累计翻倍，多次电话通道拒不结清，已严重违约。根据购车贷款合同，我们今日依法执行车辆回收，同步上报征信黑名单。同志，求求你们通融一下，再宽限我们几天，我们马上凑钱结清欠款，千万别拖车。没有任何宽限余地，合同条款白纸黑字，逾期3日已触发强制回收机制。今日车辆必须拖回抵押库，后续未结清全款，不仅终生生信拉黑，还会被平台起诉追讨，名下所有资产将被冻结。我只是晚还几天，至于这么赶尽杀绝吗？这车是我全款贷款提的新车，买车攀比装阔，无力还款，恶意逾期，是你个人履约失信，我们只按规则办事，不存在赶尽杀绝。再者，经核查，你目前无任何稳定收入，名下产业全部亏损，完全不具备还款能力，无协商资格。这是我的车，我的车，凭什么带走？后续请尽快结清剩余尾款及押息，否则等待你们的只会是法院传票和终生失信记录。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总算都结束了，他们再也不能来随意欺负我们、抹黑我们了。以后有我在，没人再敢欺负你，打扰我们的日子。往后只剩安稳赚钱，岁岁安稳。车没了，钱没了，家底全没了，我们这辈子真正的毁了。毁了？我们凭什么毁？本来我们家财万贯，有房有车，躺着赚钱，都是因为林晨，是他狠心绝情，是他步步碾压，是他不肯给我们活路。没错，是他逼的，我们不好过，他也别想安稳赚钱。凭什么他风生水起，我们家破人亡？我学不会他的技术，抢不走他的生意，借不来翻身的机会，那我就干脆毁了他。对，毁了他的堂口，毁了他的棒苗，让他也血本无归，跟我们一样跌入谷底。妈，晚上咱就来。没错，这次我要他跟我们一起跌下去。之前没成功，这次我可亲自去找的药，只要倒进去，就不可能再救活。我们没有，他也要一无所有。快点，夜里没人巡查，监控我们尽量避开，一次性把他的堂口彻底毁掉。这次我绝不留手，他让我一无所有，我就让他辛苦白费。凭什么你的一切都越来越好？今晚我就彻底毁了你的根基！死性不改，死性不改。儿子，儿子！你们太过分了！深夜恶意投药，蓄意损毁我全部养殖种苗，你们真是死性不改。是我干的又怎么样？谁让你步步逼死我们？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安稳赚钱。少装无辜！要不是你绝情绝义、见死不救，我们怎么会走到这一步？一切都是你逼出来的。我老公仁至义尽，是你们一次次作恶，一次次挑衅，恶意毁堂、诬告讹诈、造谣拦客、偷学技术，如今又深夜毁苗，到底是谁逼谁？全村人都看在眼里。
上次毁堂诬告，我念及旧情，只让你们依法处罚，没有追究全额赔偿。可你们不知悔改，反复作恶，恶意破坏我的核心产业，损毁我大批量种苗。这次新账旧账一起算。不就是几尾棒苗，纯属小题大做。我不跟你扯。救命！救我！几为棒苗，这是我批量投放的优质种苗，是已经和收购商敲定的独家订单货源，牵扯数万收益，商业信誉，你一句小题大做就能一笔带过？你好，我这里发生恶意破坏私人生产经营、蓄意损毁巨额财物案件，嫌疑人现行被抓，证据完整，麻烦警方立刻出警处理。凌晨，好孩子，我错了，我们真的错了，求求你挂了电话别报警，我们真的知道怕了。我错了，我赔钱，多少都赔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别让我坐牢，我真的怕了。你们作恶的时候，从来没想过给我们留余地。现在求饶，太晚了。我给过你们无数次改过自新的机会，是你们自己一次次践踏底线，挑战法律，恶意作恶。善良要有锋芒，包容要有底线。这次，法律会给我们最公正的答案。我的女儿妈，求你了，你快让凌晨撤了报警，我们真的不能被抓，不能坐牢啊！我们是你亲妈亲哥，一家人哪有隔夜仇？我们知道错了，再也不敢了，你心软一次，救救我们好不好？妹妹，我是你亲哥，我一时鬼迷心窍才做错事儿，你看在一家人的份上，帮我们求求情，放过我们这一次。一家人。你们一次次逼我们、害我们、毁我们心血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们是一家人？我无数次退让，无数次原谅，可你们从来不知悔改，得寸进尺。我的心软换来的只有变本加厉的伤害。晚了，亲情我早就耗尽了，你们自作自受，我不会再替你们求情，也不会原谅你们。接到破坏生产经营的报警。麻烦当事人配合调查。警官，深夜2名嫌疑人寓意投放灭生药剂，破坏我养殖塘大批量水木，险些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万。全程监控完整，证据无删减，人证物证俱全。你们2人涉嫌故意损毁财物，破坏生产经营，立刻配合我们回所接受调查。警察同志，求求你们饶了我们，我们是一时糊涂，家里已经破产了，车也被拖走了。真的赔不起，也坐不起牢啊！求求你们行行好，真的赔不起，也坐不起牢啊！求求你们行行好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错了，我再也不敢搞破坏了，能不能不要拘留我？我征信已经黑了，再留暗点，我这辈子真的毁了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多次恶意滋事，屡教不改。蓄意破坏他人合法产业，情节恶劣，不存在从轻处理的余地，立刻配合执法。我知道你很难受，一边是血脉亲情，一边是无尽伤害，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。我不是难过他们被抓，我是心寒。我真的一次次给过他们机会，可他们从来没把我当家人，只把我们当仇人、当工具。我都懂，你的善良、你的隐忍、你的不舍，我全部看在眼里。不是你绝情，是他们不配你的温柔。不用愧疚，也不用勉强自己原谅。善良不需要廉价，真心不值得浪费给不懂珍惜的人。往后没有这些糟心人和事，有我陪着你，我们只剩安稳和光明。
都过去了。接下来，我们只需要好好做事业，好好生活。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还是人家林晨靠谱，踏踏实实做事儿，人品技术双在线，活该人家发财。以前被苏家母女搅和的乌烟瘴气，现在恶人遭了报应，村里也清静了。咱们跟着沾光。别太辛苦了。没事，不辛苦。打雷了。老公，下雨了。老公，是大暴雨。不好，是特大暴雨，棒受不了。还好我提前备了防洪物资。老公，我也去帮忙。完了，又是特大暴雨。前年一场大水，全村堂口基本绝收，多少年都缓不过来。来不及了，雨马上就来，堂口堤坝薄弱，棒苗根本守不住，今年又要白干。还有的救，把输水管再填进去，还有防水设备，大家一起。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要不是林晨，得全部亏损啊！还好有林晨帮我们疏通水，不然真得完蛋。林晨家的糖就一点事儿都没。服了，彻底服了！不光技术厉害，心思、远见、责任心，我们所有人加起来都比不上他。这才是真本事，不光会养蚌，还能抗天灾，难怪人家能赚钱。还好你凡事提前布局，要是跟其他村民一样临时慌乱，我们这次真的要血本无亏了。我知道你为这片堂口付出了多少心血，我绝不会让天灾毁掉我们所有的努力。以前是我狭隘自私，眼红你赚钱，还带头闹事刁难，真的对不住你。暴雨过后，我们才明白，你能赚钱从来不是运气，是真技术、真远见。我们自己没本事，还嫉妒实干的人，太丢人了。我们不想再靠天吃饭，年年赔本。林晨，我们想踏踏实实跟着你学技术，你能不能收我们这些徒弟？好，过去的就过去了。想要学技术的，我教。我开设免费培训班，不是为了博取名声，只是希望带动全村一起踏实致富，不再有人靠蛮力、眼红、投机过日子。我不收贪心投机、想一夜暴富、跟风抹黑、耍小聪明的人。只要你们踏实肯干，愿意潜心学习，遵守规矩，我的所有养殖技术、防虫经验、病害防治技巧，全部毫无保留免费教给大家。我们一定好好学，踏实干，绝不辜负你的好意。给你的，这是你的。我们走访了整片乡镇的养殖产业，唯独你这里做到了生态化、规范化、科学化养殖，不仅自身产业做得优质合规，还无偿带动村民就业，传授技术，带动集体增收，真正践行了乡村振兴的核心理念，是全镇难得的标杆创业项目。经乡镇部门综合审核评定，授予该基地官方标杆称号，纳入重点扶持项目，后续给予专项创业补贴、技术扶持、政策绿色通道，全力支持基地扩建升级。真是苦尽甘来，凭本事翻身，这荣誉他当之无愧。从被人欺负、被人嘲讽，到现在官方撑腰，全村敬重，太争气了。这里很好，林晨，后续扩建就在这儿吧。行。想占我的地扩建，可以，市场价1亩地2000，我不多要，1亩10万，少1分都别想动工，不然我天天堵路，天天闹事，谁都别想干活。张老根，做生意谈征地都有行业规矩，市场行情，你这是漫天要价，故意刁难，太不讲理了，赶紧端正心态，
配合基地扩建。规矩是规矩，我的地是我的地。他有钱做大生意，就该多给我钱。不满足我的条件，我死都不让动工。谁来劝都没用。叔，征地价格有政策依据，有市场标准，我不会压你价格，也不会接受恶意敲诈。合规价格之内，我一分不少给你，但我可以额外承诺，新基地建成后，优先录用你家人入职无工，优先带你学习养殖技术，优先给你供货渠道，长期稳定增收，远比一次性敲诈划算。真能优先带我赚钱？那行，我不讹你了，按规矩来，我配合扩建。总算敲定了。林老板，我这次带来的是长期高端珍珠收购合约，你的蚌种品相、珍珠品质是整个区区顶尖水准，我们公司全力绑定你家货源。感谢信任，我定不会辜负你的合作，保证品质稳定，按时供货。林先生，我们全程考察过你的养殖技术、珍珠品质、经营口碑，你的出品远超我们长期合作的老牌大厂，是行业稀缺的顶级水准。我们代表总部正式向你发出邀约，聘请你担任集团首席养殖技术总监，年薪200万，配备总部独立办公区，年度项目分红，五险一金顶配福利，家属可安排城市优质住房。200万年薪，这辈子都赚不到的钱，换谁肯定立马答应。200万年薪，还有稳定的资源和福利，条件真的太优越了。你真的一点都不心动吗？高薪工作再好，是别人的平台。我从一无所有、寄人篱下走到今天，不是为了去大城市给别人打工。我所有的坚持，所有的拼搏，都是为了你，为了我们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，属于我们自己的安稳未来。在这里，有我们的心血，我们的初心，我们的烟火气，这是任何高薪都换不来的。感谢贵集团的认可与厚爱，但我选择扎根乡村，深耕本土养殖产业。我想带着这片土地，带着信任我的村民，一起稳步前行。面对100万高薪不动心，不忘初心，心怀格局，懂得感恩，你的人品和眼界远比技术更珍贵。既然你不愿入职，那我们开启独家深度合作，集团所有高端珍珠货源全部独家锁定你家出品，长期高价保底收购。赵总，近期省内淡水珍珠市场格局变动很大，乡镇新崛起的沉碗珍珠发展速度异常迅猛。一个乡镇小作坊而已，能翻起什么风浪？赵总，绝非小作坊那么简单。这家沉碗珍珠主打精品无瑕疵淡水珠、高端彩韵珠，品相远超省内同行，而且源头直供，性价比极高。短短1个月，线上直播销量登顶省内淡水珍珠类目，线下抢走了我们10多家高端合作客户，已经开始冲击我们的市场垄断地位了。废物！一群废物！镶嵌出来的草根，没有资本，没有底蕴，凭什么抢我昆盛的市场？对方靠的是独家养殖技术和极致口碑，不走低价内减路线，专攻高端市场，刚好避开了我们的优势赛道，精准抢占了我们的高端空白市场。再放任发展半年，我们省内的高端珍珠份额大概率会被对方掏空大半。我在珍珠行业10余年，大半的渠道和定价我说了算，还轮不到他来坏我的事。草根野蛮生长，不懂行业规矩，趁他现在根基未稳，资本薄薄，不用等他做大，提前出手，要么收编，要么彻底扼杀，杜绝后患。赵总，那我们先谈收购，以我们的体量高价收购对方公司，性价比最高，也能避免恶性竞争。收购他不配，一点养殖运气罢了，也值得我花钱收纳。直接资本碾压，全渠道封杀，让他资金链断裂，无单可接，无路可走，自动出局，顺便杀鸡儆猴，让整个行业的散户都知道，谁才是省内珍珠市场的真正掌控者。林晨，我渠道扩开了，还需要一大批人，我都带来了。感谢王总支持。放着我大厂的货不定，偏偏跑来村里跟一个新手小养殖户合作，你这眼光倒是越来越独特了。赵总，林老板的珍珠品质远超市面水准，性价比、品相都是最优选择。最优，一个村里刚起步的小堂口，也配跟我深耕行业10年的工厂比？小子，
我给你一条路，把你整片堂口的棒苗珍珠货源全部低价转给我，我收你的货，让你安稳赚点辛苦钱。不然，这片区域的珍珠收购渠道、客商资源，我一手把控。你这小堂口，以后别想卖出一颗珍珠。我的产业、我的货源、定价、合作权都在我自己手里，我凭品质接单，不接受任何人的垄断胁迫。年轻人，别太狂妄，在这片行业里，我说是规矩就是规矩。你一个无名小辈，还轮不到你讲条件。行业靠实力说话，不靠霸权欺压。你垄断得了渠道，垄断不了品质。好，很好。既然你软硬不吃，那我们走着瞧。我倒要看看，没有我点头，你这糖珍珠能卖给谁？嗨，林晨，多加小心。老公，别担心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我们得加快弄公司这些了。怎么样？以后这就是专属我们的办公室。这么大？没错，等半个月，整个基地就能建好。以后我们不用住在小房子了，基地里会有地方。这办公室也是我们的另一个开始。今天召集大家开会，只有一件事儿：全面围剿陈婉珍珠，彻底掐灭这家新兴公司的崛起势头。我深耕行业10几年，掌控省内绝大多数上下游资源、渠道客源、供应链体系。一个刚起步的乡镇小公司，敢抢我的客户，动我的市场，打乱我定下的行业价格体系，就是不懂规矩，自寻死路。赵总，我们已经梳理清楚对方的短板。陈婉珍珠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根基浅、资金储备薄弱、供应链单一、渠道依赖省内市场。只要我们从渠道、价格、货源、舆论4面下手，短时间内就能彻底锁死他们的生存空间。第一，全渠道封锁，立刻下发行业通函，通知省内所有珠宝市场、专柜门店、礼品公司、电商大渠道，敢和陈婉珍珠合作，就是与坤盛为敌，直接终止所有合作，切断所有供货，取消一切账期福利。第二，价格碾压，全线下调终端珍珠售价，全部低于成本价铺货，用资本优势打消耗战。我有的是资金耗得起，他一个初创公司耗不起，逼他要么低价亏本内减，要么无单可做。第三，资源垄断，对接省内所有棒苗基地、养殖耗材厂商、精加工原材料供应商，全部签订独家供货协议，彻底磕断陈婉珍珠的货源，让他们扩产无苗，加工无料，后续无货可出。第四，舆论压制，安排自媒体矩阵、行业水军全网散播谣言，造势说对方产能不足、货源不稳定、品控翻车，动摇所有合作客户的信心，断掉他们的新单和续约。赵总，全线亏本铺货，独家垄断货源，成本极高，长期消耗对我们利润损耗很大，要不要适当收敛？损耗的利润不算什么，行业话语权和垄断地位才是根本，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打垮陈婉珍珠。我要让整个行业知道挑衅坤盛的下场。3天之内，所有策略全部落地执行。不对劲，太反常了。怎么了？前2天还有10几家线下商家主动对接签约，高端定制订单源源不断，结果这2天所有敲定的合作全部临时解约，意向客户集体失联，线上团购单大批量无故取消，流量和订单直接断崖式下跌。我问了几个熟悉的商家，他们都不敢明说，只说行业有规矩，不敢再和我们合作，否则会被上游渠道封杀。林总、苏总，出问题了！我们长期合作的棒苗供应商、耗材厂家全部临时毁约，说不再给我们供货，省内所有厂家都统一口径，拒绝接单。我们的扩建养殖、厂房加工马上就要全面停工了。林总，现在所有耗材、棒苗、抛光原料全部断供，工地那边已经暂停施工，施工队一直在催进度，再拖下去，厂房工期延误，堂口扩建停滞，我们前期投入的施工款、定金全部都会打水漂，订单全断，货源全无，渠道被封，舆论随时会崩。对方是精准掐住了我们初创公司的所有命脉，不留给我们任何缓冲和自救的机会。是坤盛集团，对不对？整个省内只有他们有这么大的能量，能统一所有商家、所有供货商。是赵坤，他垄断市场多年，见不得新势力崛起，怕我动了他的蛋糕，所以直接动用资本霸权，想要强行逼死我。对方体量庞大，资本雄厚，渠道垄断，我们现在根本没有抗衡的资本。要不要我们暂时妥协，主动联系赵坤谈合作或者收购，先保住公司，留得青山在。妥协？我从烂泥汤里爬出来，从一无所有拼到如今的产业规模，不是为了给别人低头任人收割的。他想靠资本冷压，靠规矩压人，我偏要打破他的规矩。他垄断省内渠道，那我就跳出省内；他封锁本地货源，那我就开辟外部供应链；他靠低价内减杀市场，那我就用绝对的技术壁垒、顶级品质，做他永远触碰不到的赛道。老板，你说怎么办吧？第一，婉婉，
你立刻梳理所有解约客户，1对1私信沟通，坦诚告知我们遭遇行业垄断封杀的现状，出示我们正品质检报告、养殖溯源记录，承诺所有老客户全年锁价，优先供货，专属售后。真正看重品质的高端客户，认的是我们的珠子，不是坤盛的规矩。第二，暂停省内所有耗材棒苗采购，立刻对接省外江苏、浙江3大育猪供应链基地，跳过本地垄断渠道，直接源头直采，避开坤盛的封锁，保证堂口养殖、厂房加工不停工。第三，停止低端平价铺货，全线关停低价流通款。所有产能集中发力，专攻特级彩云猪、大直径正冠猪、孤品艺术猪，走高端定制、孤品拍卖路线，彻底和坤盛的低端内检市场切割，不跟他打消耗战。第四，整理我们所有开蚌实拍、养殖全过程、水质管控、无菌培育的素材，全网公开直播溯源，正面击破对方即将扩散的谣言，用真实画面稳住口碑。好，我马上落实，全员分工，即刻执行。赵总，围剿方案全面落地成功，省内所有渠道全部封停，货源彻底切断。陈碗珍珠订单断崖暴跌，工地即将停工，不出半个月，他们资金链必然断裂，只能乖乖投降或者直接倒闭。乡下小子终究是乡下小子，没见过资本的力量，真以为靠一点运气、一点口碑就能在这个行业立足？我让他活，他才能活；我让他死，他绝无活路。赵总，不对劲儿，出事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不下来。赵总，陈碗珍珠没有垮，他们直接放弃了省内低端市场，全线关停普通货品，专攻高端孤品珍珠。而且他们已经对接了省外供应链，棒苗、耗材全部省外直采，工地不但没有停工，反而加速施工。更要命的是，他们全网开启养殖溯源直播，直接圈粉无数，高端客户不但没有流失，反而全网暴涨。不少省外高端珠宝品牌、私人收藏家主动找他们对接孤品定制。放弃低端市场，专攻高端孤品，他这是直接跳出我的围剿包围圈。赵总，您看，对方根本不跟我们打价格战，不接低端单，我们亏本低价铺货的策略完全打空了。我们耗损巨额利润砸市场，结果连对方一根汗毛都伤不到，反而衬托出他们的珍珠更稀缺、更高端。而且，不少行业人士开始私下诟病我们吃相太高。有点本事，倒是我小看他了。赵总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低价战无效，渠道封杀无效，舆论压制失效，要不要我们也跟进高端珍珠赛潮？跟进。我们的养殖技术、猪体品质根本比不上他的特级精品猪，他的技术是独家壁垒，我模仿不了。去查，不惜一切代价查清楚他的育猪配方、水质调控技术、棒苗培育秘诀。要么高薪挖走他的核心技术人员，要么花钱买通内部人偷取技术资料。我要他的独家壁垒变成我坤盛的囊中之物。顶住了，高端订单不断增长，幸好你够冷静，够长远，没有被对方的资本恐吓打乱节奏，直接跳出内卷，逆风翻盘。这只是第二关，坤深耕行业多年，心狠手黑不择手段，渠道封杀、价格内检是明棋，输了之后他一定会出阴棋，下一步他一定会打我的技术主意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的养殖技术、培育配方是我们的核心根本，绝对不能泄露。不怕。我的整套培育体系，从水质菌群调控、饵料配比、插合手法、生长周期管控，整套体系环环相扣，层层绑定。哪怕他偷走一部分资料，挖走1-2个员工，也根本复刻不了完整技术。而且，从今天起，全员签订保密协议，核心养殖区封闭管理。技术资料分级加密，厂区24小时安保巡逻，监控全覆盖。他想偷我的技术，断我的根基，我就等着他来。所有员工协议全部签署完毕，省外第一批棒苗养殖耗材已经在路上，今天下午准时到货，厂房设备调试也会同步进场。另外，昨天连夜投递的应聘简历很多，有几个资深养殖技术员履历很亮眼，主动高薪求职。履历太亮眼，主动高薪求职，偏偏在我们和坤盛对立的关键时期过来，不对劲，全部暂缓录用，背景逐一严查，工作经历、从业轨迹、社保记录全部核实，但凡有坤盛集团关联痕迹的，一律直接拉黑，永不录用。你是说赵坤会派人卧底渗透窃取技术？以他的行事风格，必然如此。正面商业战打不赢，就玩阴的，安插内鬼窃取核心技术，是资本打压新兴对手最常用、最廉价的手段。这人专业度很高，经验丰富，完全能胜任核心技术岗，薪资要求也合理。为什么你全程不说话？太完美了，
完美的刻意。他的理论知识全部是行业通用话术，但一问到实操细节，疑难病害应急处理、水质微调的核心手法，全部刻意回避、模糊带过。他不是资深技术员，是刻意包装出来的卧底。还好你谨慎，差点就让对方混进来了。这只是第一个，后面还会有更多。赵坤不会轻易收手，渗透、挑拨、离间、偷技术，接下来的暗战会比明面上的商战更凶险。赵总，这边防守太严，核心养殖区完全进不去，技术校正、水质配方全部加密，普通工人根本接触不到。新来的卧底技术员面试失败，被对方排查出来了，对方警惕性极高。废物，一个草根养殖场都摸不透，不用硬闯核心区，你不用偷资料，不用抄配方，你只需要记录每日水质变化、饵料投放比例、消杀周期、蚌体生长状态、凌晨的巡塘时间和操作习惯，一点点记录，慢慢汇总。另外，找机会悄悄在普通养殖区动手，制造小规模病害、轻微水质问题，不用致命，只需要让他们产量小幅变动、品控不稳。我要让他们内部自我怀疑，人心涣散。是，我今晚就开始记录，尽快找机会动手。奇怪了，最近外围几处普通塘口水质检测小幅变动，部分蚌体出现轻微应激反应，长势变慢，还有少量外壳出现细碎斑点，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养殖节奏。设备正常，水质试剂正常，投喂流程没变，一切都和平时一模一样，莫名其妙就出了小问题。不会是我们的养殖体系本身有漏洞吧？还是最近省外饵料水土不服？不是设备问题，不是饵料问题，更不是技术漏洞，是人为问题。人为？你是说有人故意暗中动手脚？问题出的太刻意、太规整、太有分寸，不致命、不爆发、不毁产量，只乱品相、乱数据、乱人心。对方很懂行，知道怎么精准拿捏剂量、拿捏位置、拿捏时机，不留下任何即兴作案痕迹。目的不是毁塘，是扰乱我们的数据，动摇我们的自信，干扰我们的养殖节奏。太可恶了！到底是谁？调取近3日凌晨换岗时段的所有监控录像。每天都是正常了，只有他，唯独他独自出现在外围塘口，而且每次都刻意避开主监控正对区域，站在盲区边缘，动作隐蔽，停留时间极短，做完立刻撤离。普通巡查根本发现不了异常。就是他，别人巡塘都是结伴定点记录，只有他天天凌晨单独行动，刻意躲着监控，平日里看着最老实，没想到藏得最深。难怪排查不到问题根源，内鬼就在我们身边，每天混在队伍里干活，记录观察，太防不胜防了。不急着拆穿他，不抓吗？任由他继续搞破坏。抓他简单，但没用。抓了一个沉默，赵坤还会派第2个、第3个卧底，源源不断。他不是想偷数据，想模仿我的养殖体系，想扰乱我们节奏吗？那我们就将计就计，故意为假数据布假局。太好了，这段时间潜伏成功，躲过排查，终于拿到了陈碗珍珠的核心养殖数据。只要发过去，我欠的钱就有着落了。赵总，成功了！我们通过内线拿到了凌晨全套养殖核心数据，水质调控、饵料配比、消杀周期、生长管控全部完整记录，一字不差。我就说，所谓的草根技术壁垒，不过是没被扒开的窗户纸。只要拿到核心数据，砸钱堆设备扩规模，我分分钟超越它，立刻全线落地，所有试验塘、备用塘全部按照这套标准统一改造、统一投喂、统一管控，全力复刻凌晨的养殖模式。赵坤还真信了。现在砸了几百万改造塘口，全套照搬我们的假数据，全力投产了。招掰的越认真，亏得越惨。我给的参数看似逻辑通顺、流程完整，实则每一组数据都暗藏偏差，饵料配比失衡，消杀时机错位，水质酸碱调控偏移。短期看不出问题，半个月后必然集中爆发大规模病害。那陈默那边怎么办？继续留着他？留着。让他继续传数据、传进度，等到坤盛病害全面爆发、巨额亏损、彻底崩盘的那一刻，再一并清算，人证物证俱全，让赵坤有苦说不出。赵总，出事了，彻底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慢慢说。所有复刻养殖的塘口全面爆发重大病坏，
成棒大批量死亡，水体彻底崩溃，养殖体系完全瘫痪。我们投入的几百万改造资金、饵料成本、人工成本全部打水漂。原本长势平稳、状态健康的坤盛试验棒，整片塘口水体浑浊，菌群坏死，藻类疯长。河蚌大批量出现烂鳃、腐壳、厌食、僵长症状，病害疯狂扩散，速度极快，短短3天，成片成蚌漂浮水面，濒临死亡。不可能！数据明明完整精准，怎么可能全线崩盘？赵总，这套养殖参数本身存在系统性偏差，饵料营养失衡，消杀和生长周期完全冲突，水质调控逻辑错位，短期看不出来，长期养殖必然全面崩盘。这套数据根本就是错的。好一个林晨！好一个将计就计，敢耍我，敢阴我！怎么会出错？明明是公式板上的标准参数，怎么会养出全病害？不可能，我得再问问。陈默，别装了，跟我们走一趟。队长，怎么了？我好好干活，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？是不是做错？你自己看，连续3日凌晨独自潜入塘口。刻意避开监控，偷偷投放不明药剂，你以为做的天衣无缝？我们一开始就留了后手，公式的所有新参数都是专门为你准备的假数据。你一边偷偷记录泄密，一边暗中破坏塘口水质，从头到尾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下。我没有，你们别冤枉人！这是你们的聊天记录。还有转账流水，还想狡辩？冤枉你！坤盛给你每月3万高薪，承诺帮你还清20万外债，条件就是卧底窃密，扰乱我们养殖节奏，制造塘口小病害。所有转账记录、聊天记录、对接录音，全部在这里。我们接到报案，你涉嫌商业窃密，恶意损坏他人生产经营，不正当竞争，麻烦配合我们调查。我找，我全部找，是坤盛的人找的我，是赵坤那边让我潜伏进来偷数据、搞破坏的，我也是一时鬼迷心窍，被债务逼得没办法。赵总，陈默被抓了，全盘招供证据确凿，坤盛100万试验塘全线崩盘，亏损惨重。赵总，出事了，又出大事了！说，还有什么事儿？现在整个珍珠行业圈都炸了。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斥资100万复刻沉碗珍珠的技术，结果全盘翻车，血亏收场，还安排卧底窃密，恶意搞破坏。同行都在私下嘲讽我们，说我们堂行业龙头被一个草根创业者耍得团团转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凌晨手握完整的证据链，包括我们商业窃密、不正当竞争、恶意打压对手的全部证据，随时可以向行业协会、工商总局起诉我们。一旦立案，我们坤盛的行业资质、市场口碑、合作渠道，全部都会彻底作废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商战、暗战、技术战，我堂坤盛全盘皆输。我承认，这几轮我玩不过他凌晨的小聪明、小格局，但我能在这个行业站稳10几年，靠的从来不是正规竞争，不是纸面技术。既然明面上的规矩玩不死他，那我就彻底撕碎规矩。赵总，万万不可！灰色手段风险太大，一旦出事，我们整个公司都要彻底搭进去。搭进去！我现在已经快要身败名裂，全盘亏损，在束手待毙，坐等凌晨起诉追责，抢占全部市场。我们坤盛才是真的彻底完蛋。既然是他逼得我走投无路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去找老鬼。赵总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老鬼是混灰色圈子的，手段狠辣，不计后果。一旦牵扯进去，就不是商业竞争，是违法犯罪。一旦败露，我们彻底万劫不复。万劫不复！我现在已经快要万劫不复了，几百万试验亏损，千万渠道损耗，行业沦为笑柄，随时面临起诉追责。继续守住规矩，不出1个月，坤盛直接破产清算，我们所有人都要失业背债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铤而走险，不用搞人命，不碰红线，简单粗暴，连夜带人，彻底毁掉它的核心玉珠塘，毁掉它所有精品母豹育苗种群。它最大的底牌就是独家养殖技术和优质种豹。技术我们偷不到，口碑我们毁不掉，那就直接毁掉它的根基。没了核心种蚌，没了精品玉珠种群，它技术再好，口碑再硬，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
赵总，这是恶意损毁他人财产，数额巨大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后果？我给老鬼全款现金，重金酬劳，让他带人连夜动手，干净利落，不留痕迹。深山野塘，深夜无人，谁能查到我们头上？我知道了，我立刻联系。赵总大气，放心，收钱办事，我的人都是老手，连夜进场，速战速决，天亮之前，绝对让他的核心堂口彻底爆发。记住，只毁堂、毁棒、毁育苗设备，不准伤人，不准留痕，不准逗留。做完立刻撤离，彻底清除所有行踪痕迹，绝对不能牵扯出坤盛。规矩我懂，这种活我干多了，小事一桩，等着看好戏就行。明天天亮，整个乡镇没人再记得什么陈婉珍珠。怎么还不睡？都凌晨了，你一整天连轴转，该好好休息了。睡不着，赵坤输得太惨，败得太彻底，以他的性格，绝不会就此收手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会用最极端的手段，直接毁我们的堂口？这是他现在唯一的出路，毁我根基，断我产能，逼我破产退场，是他翻盘的最后机会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安保力量够不够？要不要立刻通知民警，增加巡逻人手？不用慌，我早就预判到这一步，提前布好了所有后手。自从察觉对方开始玩阴招，我就加装了全域高清夜深监控、红外报警系统，整个基地无死角覆盖。同时联系了村里治安队、辖区民警，提前报备情况，随时可以联动支援。通知所有安保人员启动1级戒备，全员武装巡逻，重点死守核心育猪堂、精品母棒培育区育苗基地。重点盯防深夜陌生车辆、陌生人员，发现异常立刻上报，原地拦截。收到，立刻执行1级戒备，全员就位。还好你思虑周全，提前做好了所有防备。我不会让我们辛辛苦苦拼来的一切毁在小人的阴招手里，正好一网打尽，彻底了结所有后患。动作快点，分工明确，两人去育苗区毁幼苗，两人去核心堂投放消杀异剂，破坏水体菌群，剩下两人拆除岸边灌护设备，破坏供电线路，全程静音操作，速战速决，15分钟必须全部撤离，谁也不许拖沓，不许留痕。不许动！不好，有埋伏，这小子早就设防了。原地蹲下，双手抱头，敢反抗立刻制服。我们只是路过，你们凭什么抓人？别冤枉好人！路过，深夜翻墙闯入私人养殖基地，携带破坏工具，分工明确，准备毁堂。你管这叫路过？赵坤派你们来的。我不知道什么赵坤，我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嘴硬没用。无牌车辆深夜前行，专业破坏工具，精准锁定我核心产区，普通人根本做不到。除了输的一无所有、急于报复的赵坤，没人会铤而走险。接到举报，有人涉嫌恶意损毁他人财物，非法迁出私人场地，全部原地配合调查。林晨，天亮之后，你的一切彻底归零。我倒要看看，没了堂口，没了棒群，你还怎么跟我斗？赵总，完了，彻底完了！慌什么？到底怎么了？老鬼他们失手了？全部失手，他们刚潜入基地就触发了报警系统，被安保全员围困，民警当场抓获，人赃并获，全程录像，证据完整，一个都没跑掉。不可能，老鬼他们是老手，怎么可能失手？不止失手，老鬼一行人被抓后，直接全盘招供了。为了减刑，他们把所有事情全部交代，彻底供出是您出资、您指使、您策划的全部事实。现在执法人员和市场监管部门、刑侦组已经掌握完整证据链，马上就要上门立案抓人，我们彻底完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赵坤，你涉嫌指使他人恶意损毁私人财产、非法入侵、不正当商业竞争，涉嫌刑事犯罪，证据确凿，现在依法对你执行逮捕。奋斗10几年的一切，就这么没了？太好了，赵坤被抓了，
是他自己犯的错，也是活该。老公，接下来就得准备珍珠行业的品鉴大赛了，你一定要带着我们的珍珠走向全国。放心。一个乡下散户靠着运气火了2把，还真敢来跟我们老牌大厂比拼。今天就让他知道什么叫行业底蕴。林晨，请展出你的作品。从业20年，从没见过品相如此完美，珠光如此纯正的淡水珍珠，品质、工艺、成熟度全部达到行业顶尖，无可挑剔。本次胜出者林晨。哎，快看，那不是张桂兰和苏强吗？放出来了，是他们。看那样子，落魄的不行了，都是活该。是我们贪心不足，恶毒狭隘。当初他一无所有的时候，我们百般刁难，处处欺负他，踏踏实实打拼，我们次次恶意陷害。但凡我们当初知足一点，善良一点，不势利不刻薄，我们现在也能跟着沾光安稳过日子。是我们自己亲手毁了所有活路，害人终害己，活该落到今天这个下场。终于不用天天早起盯堂口，熬夜防风险了。是啊，以前天天紧绷着神经，一刻都不敢放松。现在想想那阵子真的好累，天灾闹事竞争一波接一波。都过去了，现在基地有人管，销路稳定，村民也和睦。往后我不用再拼得那么急，能好好陪你。突然这么温柔，还有点不习惯。以前忙着拼事业，亏欠你太多了。你看，现在事业稳了，我们也闲下来了，是不是可以考虑给我们的小家添一个小宝贝？突然说这个，不是突然，是我早就想好的。那你可要做好准备，以后就不止我们2个人过日子了。我随时都准备好了。以前我拼尽全力护你安稳，往后余生，我护你，护我们的小家，护我们未来的孩子，一辈子圆满安稳。我们一直做珍珠首饰，高端珠料供货，客源和市场其实已经稳定了。你这些摆件和香薰礼盒是打算开拓新的品类吗？单纯卖珍珠做定制首饰太单一了，市场上限很低，而且很容易被同行跟风内卷。我研究了很久，打算把养殖产生的边角料、异形珠、无瑕碎珠全部利用起来，做珍珠文创、家居轻奢品。我规划了3条赛道。高端正圆珠专供1线大牌珠宝长期合作，做品牌口碑和高端利润；品相中懂的珍珠做轻奢日常首饰，做终端销量。那些做不了首饰的异形珠、碎珠就做成香薰、收纳盒、书签、家居摆件，覆盖平价大众市场，打通全年龄段客源。我懂了，高端立招牌，终端稳收益，平价做流量，3条赛道并行，彻底拉开和普通养殖户的差距，再也不怕市场内卷了。对，我们不只做养殖供应商，我要做属于我们自己的珍珠文创品牌。把产品定价渠道全部牢牢握在自己手里。林总，这些品相不好，完全做不了首饰的异形珠，真的全部用来做文创产品吗？之前周边同行都是直接扔掉或者低价处理，根本没人要。商业逻辑里没有废的原料，只有不会利用的商业模式。每一颗珍珠都是自然产出的精品，精细化分类，精准匹配品类，就能实现利益最大化。大家做工一定要细致打磨，我们主打原创轻奢质感，哪怕是平价文创产品，品质和细节也绝对不能打折，不能砸了我们的口碑。最开始我们只是几亩小堂口，只懂养蚌卖珠，短短时间就拓展出这么多新赛道，你的格局永远比别人看得更远。事业稳步拓宽，根基越来越稳，我们的日子也会越来越踏实。以后我慢慢打拼，给你所有最好。林总、苏总彻底爆单了！我们全新上线的珍珠文创礼盒，短短3小时直接卖空首批所有库存，全国各地的追加订单已经排到下周了。我本来以为文创只是辅助品类，没想到平价珍珠文创的市场这么大，流量和销量居然比我们高端定制首饰还要好。高端珠宝受众小众，客单价高，复购慢，但轻奢家居文创适配日常自用、节日送礼、伴手礼等多种场景，受众极广，
是目前市场的空白赛道，我们抢先入局，自然能快速抢占市场。林总的原创珍珠文创产品风格独特，质感出众，市场反馈极佳。我们想拿下全国线下门店的独家供货权，和您长期深度合作。合作可以，但我有3个底线：统一售价、统一品控、统一售后，杜绝低价乱价、劣质骚货、私自调价。我的品牌口碑绝对不能受损。没问题，我们完全配合您的所有要求，全力推广你们的原创产品，互利共赢。你这一步跨界拓展，直接把我们产业园的发展上限拉高了不止一个档次，彻底摆脱了传统养殖户的局限。我不只是想赚钱，我想把我们的珍珠做成人人熟知、人人认可的本土原创品牌，走出乡村，走向全国，走向全世界。奇怪，咱们高中群好年没动静了，今天怎么突然这么热闹？毕业8年，大家各奔东西，难得相聚。这周6晚，市中心5星博悦酒店组织全员同学聚会，有空的全部报名，叙旧聊天，交流事业，必须到场。期待见面，正好看看大家这几年的变化，看看谁混得最好。必须参加。现在大部分同学都在城里扎根发展，就少数人留在老家种地养殖，正好聚聚，也好互相关照关照。刘伟林晨爱苏婉，你们俩可别缺席啊！听说一直在村里搞养殖，肯定辛苦，过来跟我们学学城里的发展经验。果然，刘伟还是老样子，8年一点没变，张嘴闭嘴就是攀比打压。上学的时候就嫉妒你成绩比他好，现在又拿我们农村创业说事，刻意阴阳怪气。不用放在心上，跳梁小丑罢了，越缺什么越爱炫耀什么。我就是怕他到时候当众带节奏嘲讽我们，一群人看热闹起哄，太尴尬了。我们踏踏实实做正经事业，在他们嘴里反倒成了没出息、种地养蚌。我们凭自己双手合法赚钱，不偷不抢，没什么好尴尬的。很久没见老同学了，去看看也好，平常心对待就行。也行，那就去凑个热闹。林晨，又在村里种地养蚌呢。我真替你可惜，当年全校第一的学霸，老师眼里的天才，毕业后居然窝在农村土里刨食。我现在月薪2万5，城里买车买房，稳稳扎根城市。你呢？各有各的活法，各司其职而已。什么活法？你这就是底层糊口。周6聚会别勾啊，过来沾沾我们城里人的喜气，说不定我们心情好，给你介绍个正经工作，比你天天养蚌强100倍。刘伟刚才特意开车过来嘲讽你，我都看见了。这人格局太小，一辈子就这点攀比心思。越是眼界狭隘、一无所有的人，越喜欢踩低别人，抬高自己。不用跟他置气，不值得。周6的聚会，我倒要好好看看他引以为傲的光鲜到底有多可笑。我的大小姐，还有半个小时就要迟到喽。来了来了。怎么样？这身行不行？既不张扬，也不会被他们比下去。不用比，没人能压得住你。林晨，你干嘛？刚刚就想说，太好看了，好看的我。不想带你出去被别人多看一眼。别闹，聚会快开始了，再不去真的来不及了。来不及就晚点去，那群人而已，不值得我赶着去。林晨，哎呦，我们当年的高考状元夫妻终于来了，真是辛苦你们了。从乡下一路步行过来，累不累啊？小婉，你和凌晨也太拼了吧！天天在村里风吹日晒的，女孩子何苦跟着遭罪？早点来城里找个安稳工作，不比种地养蚌体面？当初全校老师最看好林晨，说他前途不可限量，现在看来也就那样。好好的天才苗子，硬生生困在农村种地，太可惜了。走走走，咱进去慢慢聊。
各位老同学，说实话，毕业这么多年，混得好不好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我现在私企部门主管，月薪2万5，五险一金齐全，城里房贷车贷全部稳住，也算在大城市彻底站稳脚跟了。还是刘伟年轻有为，比我们这些普通打工人强太多，以后得多带带兄弟们。林晨，你在村里天天养珍珠干农活，风吹雨淋的，一年到头能挣几个钱？我猜月入5000都费劲吧。你要是实在混不下去，缺钱用，今天当着所有同学的面说一句，我回头给你安排个仓库管理的轻松活，包吃包住，1个月4000，比你种地稳定多了。刘伟，我们的事业做得稳稳当当，不需要你的施舍，也不劳你费心。怎么，被我说中痛处，不好意思说话了？当年的天之骄子，现在混成农村底层，我都替你觉得丢人。我们是靠着自己的双手打拼，不比你差。哟，还不比我差？哈哈哈。林董，深夜冒昧打扰您，紧急重磅汇报：我们陈碗珍珠文创全国线下铺货首日，销量直接断层碾压所有同行，成功拿下全国轻奢礼品销量第1。另外，市中心顶级商圈整层旗舰商铺已经完成全额资金交割，产权过户，彻底归您个人全资所有。同时，国内3家一线珠宝集团连夜发来合作邀约，溢价3成，只求独家绑定您的珍珠供应链。小事而已，按流程正常推进，无需深夜特意报备。明白，林董。所有项目决策全部等您明日亲自敲定。1000万级合作尾款已全部到账，后续3000万追加合作额度随时待命。刚刚不是有人说他月入5000都费劲，还要给他介绍4000块的工作吗？不可能，绝对是假的！你肯定是提前找人录好的音频演戏。一个养蚌的农民，怎么可能手握上亿产业，坐拥市中心商铺？各位，如果不知道我，可以拿起手机搜搜，上面应该是有我林晨的名字的。林晨，个人名下陈碗珍珠全产业链产业园1级资质证书，法人工商备案信息，董事长林晨。市中心顶级商圈整层不动产产权合同，产权人清晰标注林晨，还有单日8位数流水到账记录，1000万级合作全款入账截图。国内1线珠宝品牌独家寡头绑定合作协议，顶级行业背书，乡下养蚌，小作坊。你引以为傲的2万5月薪小车公寓，在我的公司里只是基层保洁普通文员的标配薪资待遇。你拼命炫耀的安稳生活，是我随手舍弃的底层门槛。你眼中的落魄底层，是你这辈子都冲碰不到的顶层高度。林晨，我的天，我们刚才居然集体嘲讽了一位1级大佬。我们真是井底之蛙，太可笑了！林晨，对不起，是我们有眼无珠，鼠目寸光。你也太低调了，这么大的老板居然如此朴素，一点架子都没有。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你明明看起来平平无奇，一点都不像顶级大佬。真正的强者，从不需要穿搭豪车排场来撑底气，只有眼界狭隘的弱者，才会以一取人，以貌欺人。林总，真的对不起，今晚都是我们不懂事。说话没分寸，眼界太短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千万别跟我们一般见识。对不起，林总，我们错了。林晨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嘲讽你，看不起你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求你原谅我的无知和狂妄。无需道歉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眼界不同不必相容。永远不要以外表定义一个人的高度，踏实深耕的底气远比虚荣浮华更有价值。我真是蠢到家了，刚才居然跟着起哄嘲讽，这可是1级大佬，随手提携我们一把都能少奋斗10年。人家穿朴素衣服是不屑炫富，不是混得差。我们这群人天天攀比豪车薪资，虚浮虚荣，在人家眼里就是彻头彻尾的笑话。我亲手得罪了这辈子最大的人脉，狂妄自大，自取其辱。今晚的反差气场也太帅了，一群人自以为是，肆意嘲讽，最后被你狠狠打脸。外人的看法，攀比的虚荣，我从来都不在乎。我打拼的所有荣光、财富、底气，
从来都只属于你一个人。有你在，比所有光鲜排场、万人追捧都要好。最近爆火的珍珠文创品牌总部居然在这里，听说创始人是乡下白手起家的年轻夫妻，短短时间做到1级规模，太励志了。我一直买他们家的产品，珍珠香薰、首饰礼盒质感超级好，完全不输一线大牌，性价比超高。林总、苏总，恭喜陈婉珍珠品牌顺利入驻我商圈。您是我们今年重金引进的顶级原创品牌，总部全力扶持，后续所有流量、黄金岗位资源全部优先供给你们。感谢平台认可与扶持，我们会持续深耕原创珍珠产业，严控品质，打磨产品，打造属于我们的本土顶级珍珠文创招牌。以您的商业格局和产品实力，登顶行业只是时间问题。我们非常看好陈婉珍珠的未来发展。最开始我们只是乡下几亩小小的养殖堂，无人看好，谁也没想到，短短1年时间，我们能把店铺开到市中心顶级商圈，拥有自己的原创品牌和全国供应链。所有的奇迹，都是我们一步一个脚印熬出来的。未来不止于此，我会带着你，把我们的珍珠品牌做向全国，走向更远。我一直相信你，也一直相信我们的未来。陈婉珍珠，全网爆火的原创大牌，总部居然在这里。林晨，你在村里天天养珍珠、干农活，风吹雨淋的，一年到头能挣几个钱？我猜月入5000都费劲吧。你要是实在混不下去，缺钱用，今天当着所有同学的面说一句，我回头给你安排个仓库管理的轻松活，包吃包住，1个月4000，比你种地稳定多了。这家品牌老板太厉害了，白手起家，短短1年就拿下整层商圈店面，听说还是多家1线珠宝集团的独家供应商，身价早就过亿了。最难得的是老板特别低调，从不炫富，专注做产品，是圈内公认的黑马大佬。原来那晚他根本不是装的，是我眼界太浅，是我太狂妄了。当初我们嘲笑他土里刨食，现在才知道，我们拼尽全力的天花板，只是他的起点而已。真正的强者低调内敛，只有我们这群井底之蛙，才靠着一点微薄的安稳肆意傲慢。刚刚我看到刘伟他们了，站在楼下看了很久，应该彻底看清差距了。无所谓了，人与人的差距从来不是财富和地位，而是眼界和心性。我们忙着向上生长，没必要回头纠结过往的闲言碎语。陈婉珍珠带动乡村集体就业，助力乡村振兴，成为新时代青年创业标杆案例。林总以小产业做出大格局，扎根乡村，深耕实业，不仅实现了个人创业逆袭，还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致富，是当之无愧的青年榜样。我只是深耕本心，做好每一颗珍珠，每一件产品，能带动家乡发展，能和爱人并肩逐梦，就是我最大的收获。从几亩小塘到整座产业园，从无人看好到行业标杆，我们真的一步步走完了所有坎坷。所有的逆袭从来不是偶然的运气，是我们脚踏实地的坚持。别人看的是我登顶的荣光，而我在乎的是一路陪我吃苦，陪我成长的你。始于微尘，知于璀珞，有你相伴，岁岁圆满。